大家好，我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撒偏偏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有一个类型的影片我很少解说，那就是恐怖片。原因其实挺复杂的，主要分析吧，就是因为那个不敢看。悬疑片越做越少，今天偏偏就决定鼓起勇气挑战一下自己的软肋，给大家分享一些恐怖片，顺便也给自己练练胆。说啥呢？前不久给大家解说了《终极无间》，把《无间道》3部曲这个大坑给填上了。偏偏就想起了一部同样由黎明和曾志伟主演，在第2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荣获了整整11项提名，敢和《无间道》第1部张艺谋的英雄掰一掰手腕的电影《三更之回家》。三更是由韩国导演金日云的失忆、泰国导演朗斯李美必达的轮回，以及中国香港导演陈可辛的回家3部分组成。失忆和轮回，我个人实在欣赏不来，咱们今天就只和大家聊一聊回家。在某瓣上，三更的评分高达7.4，这在恐怖片里算是非常高的分数。我个人感觉这7.4分里至少有8分是打给回家的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咱们这就开聊。故事的开始是在一家照相馆，前来照相的人要么面无表情，要么神情失落，还有人在抹着眼泪。在给一个眼镜男拍完照片以后，照相师傅看向了一个红衣小女孩，听他的意思，红衣小女孩来过很多次，但似乎只是过来玩，不说话也不拍照。镜头一转，视线来到警察琛哥和他的儿子祥仔身上，两人带着大包小包来到一栋公寓入住。这栋公寓还有1个月就拆了，里面的住户都纷纷往外搬，然而琛哥却逆着别人来。两人来到楼下之时，祥仔抬头望去，照相馆里的那个红衣小女孩似乎在向他挥手，原来红衣小女孩也住这栋楼。跟着公寓管理员，父子俩前往自己的房间。一路上，祥仔有些战战兢兢，他看到了一扇扇开着的门，看到了墙上画着一个小女孩，也看到了一面贴满照片的镜子。当来到一个房间的门口，他停了下来。根据管理员的介绍，男人姓于，他老婆半身不遂，全公寓只剩下他们一家还没搬。于先生出现后，红衣小女孩从一侧走出来，随他而去。看样子她是于先生的女儿，他们一家3口就住在琛哥和祥仔的楼对面。来到新家，房间里没有厕所，祥仔因为害怕不敢去嘘嘘。你男仔嚟嘅，男仔點可以咁細膽啊？祥仔感觉红衣小女孩非常可怕，他干脆跑到对门的厨房洗菜池，没有去更远的厕所。结果就在他嘘嘘的时候，看到于先生用轮椅推着妻子，后面还跟着那个红衣小女孩。祥仔吓得一个机灵跑回家，然而等他把这些怪事告诉爸爸，琛哥却根本没有当回事。出于恐惧，出门上学的祥仔跑着把楼道里之前那些开着的门都关上了。可等他放学回家之时，那些门再次打开，而门后竟然就是红衣小女孩。随着门一扇扇的关闭，红衣小女孩离祥仔也越来越近。就这样，红衣小女孩缠上了祥仔，把祥仔带去了前面提到的照相馆。和红衣小女孩一样，他的爸爸于先生也非常神秘诡异。于先生和妻子学的是中医，对西医不太信任。妻子海儿生病以后，他每天用中药给对方泡澡治疗，然后用黑塑料袋把药倒掉，黑塑料袋流出的黄色液体让人感觉恶心。更可怕的是，海儿的样子明显就是个死人，他躺在浴缸，全身赤裸，一动不动，没有丝毫表情。可于先生就像没事人一样，给他打理着头发，和他聊天。听于先生的意思，还有4天他们就要回老家了。你说爸妈想吃什么？巧克力。因为祥仔一直没有回家，琛哥便开始四处寻找。他先是去问了管理员，然后又敲开了于先生的门，问对方会不会是我儿子和你女儿一起出去玩了。我冇女，我哋冇仔。于先生没有女儿，那这个总是跟着他的小女孩是谁呢？难道是鬼？按照常理，鬼不会无缘无故的跟着别人。红衣小女孩不仅总是跟在于先生身后，还经常在于先生家里出没。就在于先生同妻子聊天时，他还在外面用剪刀剪只娃娃。他真的和于先生没有关系吗？除此之外，前面提到墙壁上画了一个小女孩，现在小女孩旁边又多了个小男孩。如果说小女孩对应着红衣小女孩，那么小男孩就对应着祥仔。问题来了，红衣小女孩为什么要缠着祥仔？她把祥仔带去照相馆要做什么？第2天，祥仔仍然未归。琛哥越琢磨越觉得于先生一家有问题，于是趁着于先生出去扔药之际，他偷偷闯进了于先生的家，看到了正在熬制的中药和海儿一丝不挂的尸体。于先生将琛哥绑在了椅子上。当琛哥醒来，屋里电视正放着海儿生前的视频。于先生熬着中药，为继续给海儿泡澡做准备。见于先生对自己追问儿子的下落不予理会，琛哥带着椅子扑了过去，结果再一次被于先生击晕，这回双手也被绑在了电视柜上，彻底无法反抗。再次醒来后，看到于先生神经质的和海儿聊着天，琛哥直接道出了真相：你老婆已经死了。
没想到于先生听了却表示，虽然从西医的角度他是死了，但我每天用中药为他泡洗，他体内的癌细胞就会清除，然后死而复生。琛哥毕竟是个警察，他敏锐地看到了海儿脖子上的伤痕，直指海儿是被于先生掐死的。结果于先生不但没有否认杀妻，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这是海儿让我做的，只有这样才能救他。看到这里，我们才明白事情的原委大概是这样的：3年前，海儿得了癌症，于先生相信中药泡洗可以救海儿，于是亲手掐死了他，开着每天给他治疗。海儿开口说话的行为都是于先生幻想出来的。之所以他会和海儿说4天后回老家，是因为他相信，经过整整3年的治疗，4天以后海儿就将死而复生。琛哥知道于先生是疯子，没心思关心他的精神状况，一心只想找儿子。他叫于先生放了自己。于先生自然不会放了琛哥，不过他居然也没怎么虐待琛哥，反倒是照顾得相当不错，给他扎针熬药，亲手帮他把尿，将饭喂到嘴里，还特意买来啤酒示好，就差再整点淄博小烧烤。可惜琛哥现在被绑着，做不了桌面清理大师了。即便如此，琛哥也没有老实多少，喝着小酒的他开始给于先生下套。你頭先去買啤酒嗰陣時，我問你老婆啊，佢話親眼見到你捉咗我個仔啊！我老婆唔識講嘢，點同你講？咪咯，點會起身？3天很快就过去了，期待妻子可以醒来的于先生给海儿好好洗了个澡，还挑了件漂亮的衣服帮海儿打扮了一番。就在他苦苦等待海儿醒来之时，警察找上门来。琛哥失踪了好几天，同事来寻找他的下落，慌乱之中努力淡定。于先生编了个谎，说琛哥去澳门赌钱了。警察离开后，激化了他只希望海儿快点醒来。结果于先生似乎真的感受到海儿有了体温，笃定对方即将醒来。他觉得也不用再绑着琛哥了，满脸喜悦地给琛哥解了绑，让琛哥赶紧去找儿子。佢哋知我唔夠錢原来警察离开是假，摇人是真。3分钟后，一群警察闯了进来，直接把于先生抓上了警车。从法律上来讲，杀人、藏尸加绑架，至少也得蹲个10几年。警车中看着海儿的尸体被装上车，于先生似乎是感应到了海儿正在复活，他拼了命地冲下警车，追着运尸车跑去。故事就此结束的话，这可能就是一个关于变态神经病杀妻的故事。但尸检报告显示，海儿死了至少2年，可他的皮肤、肌肉甚至舌头都还有弹性，他的头发和指甲也仍然在生长。于先生被撞死前，棺材里的海儿尸体手指动了一下，眼睛也眨了眨，他似乎真的复活了。然而，伴随着于先生被车撞死，他的眼角流下一滴眼泪，失去了对生的渴望。之后，琛哥去见了一名医生。根据医生所说，3年前海儿怀孕，于先生同他一起来医院检查胎儿，因查出海儿患了肝癌，医生就建议他立即将胎儿打掉。当时于先生因为不信西医，孩子极力反对。在于先生同海儿的聊天中，提到过为了给海儿治病打掉孩子。时间上算下来，红衣小女孩无疑就是他们被打掉的女儿，怪不得一直在2人身边。除此之外，医生还表示，6年前于先生也曾是他的病人，而且也是患了肝癌。当时于先生只做过1次化疗，就没再复诊，后来竟然通过中药医好了。搞了半天，原来6年前于先生就死过1次，那真是海儿用中药给他泡洗了3年，令他死而复生。而3年前开始，于先生则为海儿做了曾经海儿对自己做的事。看着海儿和于先生的录像，琛哥的心情非常沉重。这么多天过去了，祥仔还没有回来。镜头一转，来到照相馆，黄衣小女孩和祥仔挥手道别，同海儿和于先生照了张全家福。他们一家人以这样的方式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。而祥仔则离开了照相馆，从外面看去，那照相馆只是一扇紧锁的门。这个门在祥仔和琛哥刚搬来公寓时也出现过，就在公寓的外面不远处。整个故事到此戛然而止。前面提到一个问题，为什么红衣小女孩要缠着祥仔？答案已经呼之欲出，因为不想和爸爸妈妈天人两隔，所以她并不希望妈妈成功复活，而是希望爸爸妈妈死去和自己团聚。所以当琛哥和祥仔搬来，他知道机会来了，于是先让琛哥和祥仔都看到自己，使他们明白自己是于先生的女儿，然后把祥仔带到照相馆。如此一来，琛哥为了找儿子，势必会怀疑到于先生身上，进而发现于先生所做的事，导致海儿复活失败。海儿不能复活，山县的于先生也不会独活，小女孩便可以和父母在阴间团聚了。另外一个没解答的问题，祥仔是生是死，我们可以理解为祥仔死了。首先，照片和画像都代表着死亡。影片开头，照相馆里那些照片同样出现在公寓里贴满照片的那个镜子上。有一个细节，于先生在丢中药时，垃圾堆旁边坐着一个老奶奶，而那个老奶奶正是开头在照相馆里等待照相的人之一。而在片中开头，眼镜男在照完相之后离开照相馆的镜头，这意味着照了相也可以继续回到阳间。由此说明，老奶奶也和红衣小女孩一样，是鬼魂流到人间。
黄衣小女孩虽然没有拍照，但是她在墙壁上有个画像，所以墙壁上多出来个小男孩的画像，也可以佐证祥仔和小女孩一样，也成为了鬼魂。第二，影片中并没有活人能够进出照相馆的设定，咱们应该默认只有鬼魂才可以。第三，当陈哥去找管理员问接没接到祥仔时，对方说快点找，晚了点就找不回来了，似乎也在暗示着什么。第四，几天不吃不喝，一个小孩子恐怕身体早就扛不住了。第五，电影的海报中是于先生一家3口和祥仔4个人安详的躺在床上，衣着正式整洁，非常像入殓前的装扮，也是在暗示祥仔已死。换一个角度，我们也可以认为祥仔没死。咱们不妨大胆开下脑洞，墙壁上的小男孩画像相当于祥仔的身体，黄衣小女孩把他的身体寄存在墙壁上，然后将他的灵魂带去了照相馆。这样，当祥仔走出照相馆，也就意味着他回到了阳间。还记得于先生在绑架琛哥时说过一句话：“我太太醒时就会放你走。”所以有没有可能红衣小女孩也同样和祥仔达成了合作？我爸妈和我团聚时，你就可以从照相馆离开了。其实，在陈可辛的导演剪辑版中，结局要更完整一些。我虽然没有找到原片，但是看到了网友的截图，在这里简单和大家聊几句好了。导演剪辑版里主要增加了父子俩刚搬进去的情景，父子俩互动的部分，琛哥同事帮忙找祥仔，以及祥仔同红衣小女孩玩耍的情节。在结尾，照相师傅问了祥仔一句：“你拍不拍照？”祥仔选择了不拍，然后离开了照相馆，回到了琛哥身边。琛哥睡着，两人并没有对话。这个行为与红衣小女孩之前不说话也不拍照，然后跟在于先生身边相呼应。咱们可以以此判断，祥仔已经死了。当然，这个结局也是偏开放式。如果琛哥醒来后看到了祥仔喜极而泣，那就说明祥仔并没有死。总之，对于祥仔到底死没死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。大家怎么认为？欢迎在弹幕评论里分享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导演剪辑版中还多了一些关于祥仔妈妈的内容，包括父子俩搬进去后放了一张女人照片，两人聊起了祥仔妈妈送给琛哥的手表等等。结合3更版中，于先生曾和琛哥说过这样一句话：每個都有自己嘅問題，如果唔係，你都冇搬嚟呢度住。所以琛哥的問題是什麼？為什麼還有1個月就要拆的地方，他非得帶兒子搬過來？是不是和祥仔的媽媽有關？好了，就此打住，腦洞就先開到這裡。在我看來，無論哪個版本，其實都不影響這部作品的凄美動人。3年又3年，於先生與海兒分別獨自承受着悲痛，忍受着孤獨，對抗着殘酷的命運。別人看到了他們的行為，會把他們當作瘋子。只要他們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麼。我們看到於先生始終滿懷着希冀，依靠着強大的信念，日復一日的溫柔對待海兒的屍體，和海兒聊過往，聊日常，聊思念，聊復活後一起回家。在他的心中，海兒從未離去，終究有一天會醒來。但感覺海兒有了體溫，他滿懷欣喜。當海兒的屍體被裝上車，感受到海兒復活，他奮不顧身衝了過去，不幸橫屍街頭。這一幕承接在琛哥聽了屍檢報告後，可以認為是琛哥的想象，也可以認為是對於先生橫死先後的細節補充。我個人更傾向於後者，痴情悲壯，令人動容到無以復加。所以在前面的解說裡，也按照這個邏輯講的。想想看，如果沒發生這些意外，海兒醒來，他們就可以一起回家了。而現在回家已經再無可能。好在悲戚之外，結尾處於先生、海兒和紅衣小女孩一家人拍合照的情節，總算給了我們一層溫暖與撫慰。人間沒能完成的夙願，終於在死後以另外一種形式得以實現。總的來說，這部《3更之回家》無論是故事本身，還是攝影、剪輯、美術、演技等層面，都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。在當年的金馬獎和金像獎上，影片都獲得了多項提名。其中在金馬獎中，不僅該片拿下了最佳攝影，提名也拿到了從影以來唯一的一個金馬影帝。在陳可辛的鏡頭下繼甜蜜蜜之後，影片再一次給了觀眾極大的驚喜。最後，就着這部《3更之回家》，片尾也打算以後給大家講一講童年陰影系列，和大家一起重溫一下那些經典的恐怖港片。你們都期待我聊哪些片子？趕快彈幕告訴我吧！點讚過8萬，咱們就把這個坑給開了。說8萬就8萬，堅決不還價了。每看一部都能要我半條命。咱們下個視頻再見，拜了個拜。